2023美国最新恐怖片《From Black》悄然上线。某日傍晚，克拉从另外一个世界瞬间回到了屋子。恶魔盯着这个蠢女人，一时无话可说。要是换成别的恶魔，早就把克拉撕成了几大块。沉默几秒钟后，恶魔表示会让克拉的儿子诺亚感受到无尽的痛苦、悲伤、绝望，直到时间的尽头。克拉不停地哀求恶魔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恶魔最后心软了，让克拉找来一个容器，代替那个没有完成的最后一步，反复交代不要再犯错了。克拉表示一定可以做到。那么，恶魔和克拉之间到底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交易？且容小编娓娓道来。原来7年前的一天，克拉和男友正在屋子里嗑药，两人都是晕乎乎的。今天是警察对克拉的儿子诺亚定期回访时间，克拉完全都忘记了，她已经跟前夫离婚了很多年了。对于这样有问题的单亲家庭，警察是会定期回访儿童，以保障儿童的权益。克拉在屋子里找了一圈，诺亚不在家，于是所有的警察出动寻找诺亚，在树林里找到了一只诺亚的鞋子。诺亚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克拉心如刀割。7年后，警察早就判定诺亚死亡。克拉已经戒毒了，还经常参加社区互助小组，治疗心理的创伤。但是他很少发言，只是静静听别人述说。今天是诺亚的生日，克拉终于开口，还在不停自责自己和想念儿子。大家只是默默地听着。结束后，克拉觉得在互助小组也没有什么用，于是不再参加此类型的活动。1日，互助小组的成员亚伯来到家中拜访克拉。这个人表示有办法解决克拉思想上问题，而且可以真正的治愈。克拉以为他这是客套话。亚伯又更进一步表示可以把克拉的儿子诺亚召唤回到身边。克拉根本就不信，认为他是在搞玄学或者降神会之类的迷信活动。亚伯表示形式上基本也是差不多。克拉下了逐客令，亚伯听懂了，但是脸皮也够厚的，继续在那里不停地解释。克拉怎么可能会相信这些？起身直接送亚伯出去。到了门口，亚伯只好表示他的小女儿就是这么找回来的，现在已经改名换姓，在另外一个地方上学了。克拉是知道亚伯的女儿早就死了，亚伯的遭遇跟他有点像，不过克拉觉得这个就是天方夜谭，直接把亚伯关在门外。亚伯还在那里喋喋不休，那么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呢？晚上，克拉发现亚伯开着车守在他家的门口，非常的惊讶。于是亚伯就把小女儿复活的过程描述了一下。亚伯的小女儿叫贝基，失足落水后，几天以后才被人捞了出来，脸部都被鱼儿啃食的面目全非。不久有个女人找来，说是可以把女儿找回来。亚伯就抱着试一试态度，跟着那个女人做了一个很古老的仪式，这是一种满满的仪式感，然后就成功的让贝基回来了。克拉慢慢有点相信了，于是按照亚伯的方法开始布置仪式的场景，准备了很多的物料，蜡烛、松木皂、铁链条、天然盐等等。亚伯还过来检查物料质量如何，表示这一点很重要。首先要求克拉用盐浴洁净自己。这个热身的动作做完了，克拉和亚伯一边吃着东西一边聊着天。克拉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亚伯眼睛里充满了悲伤？按道理女儿找回来了，应该开心才对啊。一开始亚伯不肯承认，后来架不住克拉的反复问，终于说了部分实话。女儿的确回来了，现在和他的前妻生活在一起，但是他一直没有见过她，跟没有待在一起过。等他把一些事情办完了才能去见女儿。克拉就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。很快亚伯用海盐画了一个圈，中间钉上了铁链，而且铁链是专门用来拴住克拉的脚，目的是为在仪式当中保护克拉。解释了半天才打消了他对亚伯的疑云。然后亚伯让克拉站在圆圈的中央不要动，然后亚伯开始念诵经文，克拉跟着一起念，多念了几次克拉就有些烦躁，但是看在亚伯认真朗诵经文的份上，一直跟着念到了傍晚。最后实在忍不住要求停下来，不想玩下去了，因为克拉本来也就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持续到现在也没有看见一点实际效果。亚伯也不理他，继续不停朗诵经文。克拉不停大喊大叫，要摆脱链条。突然，克拉漂浮的时间也就10几秒而已，然后掉了下来，吓得克拉有点语无伦次，但是很快变得很兴奋了，因为他感觉到了神的力量，非常的强烈，觉得孩子一定能够回来自己的身边，抱着亚伯喜极而泣。这一轮做法的仪式算是成功了。隔天他们开始了第2轮做法，这次很快就感知到神的力量，
当科拉把点燃的蜡烛放在地板上时，房间里的灯自动熄灭了。亚伯在一旁念诵着经文。不久，两人听见奇怪的声音，然后蜡烛熄灭了。正在这时，克拉那位喜欢吸毒的前男友敲门打断了这个仪式。在7年前诺亚失踪的当天，克拉提出了分手，但是他还会经常来骚扰克拉的。为此，克拉还到法院申请了禁止令。这个人扎打了亚伯，抢了一点钱就跑了。克拉和亚伯也没心思追究他，两人继续刚才的仪式。蜡烛再次熄灭了。这时，克拉回到了7年前诺亚失踪的那天。他正在以上帝视觉看着当天发生的一切。当时诺亚的身后站着一个怪物，很快就消失了。然后诺亚去拉妈妈克拉的手，他要去上学了。克拉晕乎乎的，没有什么反应。接着诺亚自己背上书包，拿着玩偶就去上学了。在路上，诺亚的旁边出现一个陌生男人，下了车就把诺亚抱走了。现在的克拉茫然地看着这一切。突然，克拉身后有个恶魔一闪而过，然后克拉来到了一个屋子里。克拉到处闲逛起来。在浴室发现刚才那个陌生男人正在浴盆旁边对着诺亚干着什么坏事，他很好奇，于是想走过去看看。这时被身后的恶魔拦住，提醒让他遵守仪式的规则，否则这就是克拉的最后的记忆。克拉静静地看着。很快克拉回到现在，亚伯还在那里朗诵经文。接着开始第3轮仪式，这次需要一只黑山羊。亚伯提醒克拉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必须待在圈子里。克拉用链条锁住了亚伯。两人开始朗诵经文，接着两人在圈子写着一些经文，然后仪式正式开始。突然，亚伯整个人开始抽搐，接着爬了起来，呕吐一些奇怪的东西。还吐了卡拉一脸的污渍。吓得卡拉违反规则，跳出了圈外就跑了。等他冷静下来，想起了亚伯之前说的话，于是又回到屋子。这时亚伯已经晕倒在圈子里。突然亚伯拉断了铁链条，挣扎地向克拉爬去，就快要摸到克拉了。一股神秘的力量把亚伯拉到别处去了。这一瞬间，克拉反倒不怕了，觉得自己找回儿子的希望大增，就向亚伯消失的方向走去。这时恶魔出现在克拉的身后，告诉克拉很快就能见到诺亚了。克拉连忙为刚才违反规则的事情道歉。恶魔表示原谅他，可以继续把仪式走完。克拉表示现在就他一人，怎么完成呢？恶魔告诉他接着做就行了。于是克拉把山羊牵了进来，交给了恶魔。很快里面就发生了不和谐的声音，估计山羊被恶魔吃了。克拉在旁边按照书中所画的那样，在圈子外面写满了经文符号，点满了蜡烛。很快恶魔连喊克拉的名字3声，让克拉进入到圈子里来。克拉一踏进圈子里，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没想到亚伯早在这里等候克拉，表示现在就是索取回报的时候，需要完成最后一步。他们来到一张座桌子旁边，亚伯准备给克拉吃羊肉套餐。克拉可没有心情吃这些，他只想见儿子诺亚。亚伯早就对克拉不时的违反仪式规则心存不满，于是对克拉发了脾气。克拉只好把面前的盘子交给了亚伯。亚伯给盘子上放了3块红色立方体，第1块是羊肉，第2块是羊血，第3块是羊骨头，让克拉必须吃掉，这样诺亚的血肉和骨骼才能完整。克拉有些犹豫，不过还是吃完了。然后亚伯倒了一杯红色的液体，让克拉必须喝下去，这样诺亚才能回来。但是什么时候能见到诺亚，他也不知道。这是所有仪式的最后一步。亚伯看着克拉犹豫的样子就很烦，克拉还是鼓起勇气喝了一半的红色液体，结果克拉没有咽下去，吐了出来。这可把亚伯气死了。他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，真是好难，好难的。当初他找回女儿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就是他不能见到女儿的面。解除这个魔咒的唯一方法，就是找到符合条件的下一家，把这个仪式往下传承。可没有想到，克拉这个女人简直就是扶不起的阿斗，怎么做都会违反规则。克拉这下明白了亚伯的最终目的，于是脑子冲上血了，认为亚伯纯粹就是为了自己。其实亚伯也是在帮了克拉，毕竟能把诺亚找回来。克拉一气之下，把杯子里的剩余红色液体全部倒掉，不留一滴。瞬间，克拉回到了屋子。恶魔盯着这个蠢女人，一时无话可说了。于是就发生片头那一幕，克拉赶紧去找容器。恶魔所说的容器就是人。于是克拉诱骗那个前男友人渣晚上来屋子里幽会。人渣很快如约而至，一进门就被恶魔抓住。
这时，恶魔才发现这是个肮脏的容器，他嫌弃人渣太不干净了。明显克拉又没有把事情办妥，打算要大开杀戒。克拉赶紧跑开，他也不是很傻，知道找来半袋海盐，撒在门口地上，做了一个保护栏，然后自己躲进房间里。他以为能挡住恶魔，哪知道恶魔开始敲门了。很快房门被恶魔敲得稀烂，但是恶魔很快消失了，地上躺着无头的人渣。克拉只好打了报警电话，但是等警察来的时候，人渣消失了，连他的血迹都消失了，房间的那些血是山羊的。克拉然后作为嫌疑人关进了警局。克拉讲述了一切，但是女警艾丽森根本不信，先把克拉单独关起来再说。这时牢房里的灯忽明忽暗，克拉知道恶魔还没有走，正盯着他。很快恶魔要克拉坐到床上去，恶魔要跟克拉说说话。看样子克拉这辈子都别想摆脱恶魔。艾丽森思前想后，再次来到克拉的家看看。他在里间屋的衣橱外听见动静，打开衣橱门一看，这不就是诺亚吗？简直就是不敢相信。这时克拉也感知到了诺亚的回归。影片到此结束了。我认为就本片来说，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新意，就是瘾君子妈妈搞丢了小孩，开始改过自新，同时自责不已，然后想用招魂仪式，借助恶魔的力量，让小孩起死回生，最终偏离招魂规则的故事。10部招魂片子里，最低也有7部是这个套路。但是也有闪光点，那就是编剧把这个恶魔设定是个好好说话恶魔，不需要过多祭品，只需一只黑山羊即可。委托人只要真心实意的召唤，做足3个仪式就行。仪式过程不痛苦，只是有点无聊而已。一会儿让你尝试一下空中漂浮，一会儿看看影像回放。尤其是在仪式中间，女主看到了小孩被害死过程的闪回，旁边的恶魔还怕她受刺激了，等下违反仪式规则，还很贴心的搂住女主，叫她别上前去看了。哇塞，这样的恶魔简直就是甜心不能再甜心了。最后竟然还是违规的情况下把孩子召了回来，这样的恶魔到那里才能找到呢？而女主就是个坑货，从头坑到尾，坑儿子，坑前男友，坑好心老婆，坑恶魔，看得笑死。您说这种女人到底值不值得救呢？谢谢大家的捧场。